台北市的房东，每个人都白痴笨蛋吗？他们怎么会愿意贷款以后出租，每个月自己贴钱，他还甘愿？那就是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利益嘛。他买5000万，贷款4000万，日后动不动又怎样又怎样，比方说四北科、安诺都安诺，突然可以卖个6500万，对不对？它的价差值就膨胀1500万。此时他之前每个月那边贴了钱，那个就是毛毛雨了，就会变成这个情况。OK， 好，这个是台北市独一档的变态状况，我想竹北应该也是，就是变态地区的变态状况。其他6都的蛋黄、蛋白应该都还没这样，至少我人在高雄市蛋黄都还 OK 哈。你要租到这个银行贷款的利息都还是做得到的。房租怎么估才不踩雷？算准投报率，房东、房客都不吃亏。先说结论标准算法是这样：房价的 X 趴再除以12个月，这个 X 趴就是你预期的投报率。但你还是要参考该区域的行情来做判断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以房养老的房子该怎么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租要怎么估才会合理？这时候我们来聊房租你最近应该有看到房租不断上涨的新闻嘛像这一篇标题我念一下：未来房租可能在涨，中研院台湾通膨缓解不易。那里面有个房东调整租金的调查很有趣我简单念一下。他写受访房东近3年约有 24.3% 的房东调涨租金，平均年租金调涨涨幅为 2.02%， 调涨原因包含物价及工资上涨导致房屋维修成本增加，房屋税和囤房税调升，及因为租客申请租金补贴。而未来2年内更有约30%的房东计划去调涨租金，整体受访房东平均预计调涨涨幅为 2.32%，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预期未来房租会怎样继续涨下去那有会员已经来问我了，他房租会不会收得太便宜，能不能再往上加？这样你要知道房租的计算方式。现在我们就来浅聊一下房租的计算方式。先说我现在的讲法是坊间大家最常用的，但如果你的房子比较猛自己再往上加好，那租金会是这样合理的租金是房价的 X 趴再去除以12个月。例如说你的房价是1000万，然后你的 X 是等于3的话，那这间房子能带给你的月租金就是1000万乘以 3% 去除以12个月等于25000。那这个 X 到底应该等于几？就是看你在哪个县市跟你想要赚多少了。不过如果你是在双北的话，这个 X 应该只有超低，应该是1或2，如果有出头也是一点点而已。因为双北还有尤其是台北市的房子实在是太昂贵了。然后你算完这个月租金以后，你要再算一下它是不是至少可以 cover 你的月缴利息那像是你有给人家报租补的话，你的所得税也会稍微增加，我讲的是稍微那你也要记得把它算进去。还有一些家具损耗管理费等等，等你加完以后，很有可能你觉得合理的租金跟现在市场中的状况是有一段落差的。不过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市场就是这样一大堆老房东他们还在租那个10年前、8年前、20年前的价格，不想要去涨别人房租，然后导致这些房租都是失真的，最后会慢慢爬回去的，真的那现在房东市场就是有一个理由可以涨房租，那就要来涨了。那涨的时机不是说突然就来涨，而是说大概是换租客的时候才会去做房租的调涨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房租会上涨我们来聊一下房租上涨的情况。先说结论，我个人是支持房租上涨的，这样讲好像显得我很邪恶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很多县市的房租跟房价目前都是脱钩的状态，双北就不用讲基本上6都现在都是这样房价跟房租脱钩。这个在我看来叫做短期对租客有利，长期对租客不利有利的地方当然是你可以花少少的钱去住到超贵的房子，但你要想今天如果换作你是房东，你收了房租那刚好可以冲掉贷款的利息，然后那个租客3不5时给你找麻烦，你是不是越租越堵拦，东西就怎样爱修不修，最后两边吵来吵去。或者是说租客去看房租那么便宜，就没有要跟你买房子都一路给他租下去，等到他租到房东找个理由什么儿子要用什么有没的不租给他的时候，他也买不了新的房子这种新闻你一定看过，什么65岁的阿嬷想租，然后房东没有人愿意之类的所以如果你贪图这个地方的房租很便宜，它其实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10年20年之后，等你年纪大房东开始会嫌弃你的时候，一抬头看房价又买不起，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剧本。不过我的观众等级都很高素质都很高，我们应该都是房东这一方才对，所以我们手上都有房子了，那就是
透过一些调整让你的租金回归市价，这样就好。我们没有要刻意租高，就让它回归市价就好了。那这个市价怎样叫市价？不是有租金实价登录吗？你可以去参考啊。然后我未看先猜，我的观众们应该都有能力去租到实价登录租金实价登录以上的价钱这个我八卦会讲，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啦重复无数次了，就是那个房租太便宜那就变得反而会容易造成一些有的没的问题，尤其是老人家老人家一被赶出去，根本毫无买房之力。然后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租房子其实也开始 M 型化了好地段的房子，有装潢跟管理很严格的房子开出的租金是比一般房子贵非常多的，甚至有那种外商直接来包栋的例如说我全屋的家具我就不用那种学生阳春二手什么有没的，全屋都 IKEA是也没有多高级，但是不是看起来就比那种什么不知道哪边路边捡来的二手奇怪猪肝红家具还要漂亮很多。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加租金的地方租金绝对是可以再往上拉抬的。那来租我房子的人很多都是我现在讲的就真的是我就全屋 IKEA 家具都工程师或什么高阶主管又有八大不过八大我看得出来嘛那我就跟他说租掉。如果你付不起比较贵的房租就只能去租一些租金很便宜，可是房东也不管的，然后那个社区你也不喜欢，然后就住在那边就是很阿杂的感觉，8+9嘛，整天听他们唱歌吵架，动不动都有警察来把人带走这样。这我同学跟我说的说什么毒品，然后常常发生这样。好，那租屋的 M 型化这件事情会持续的扩大，因为现在房子的取得成本太高，就会变得大家都要怎样，手上有房子的人他也不倾向把房子卖掉再去买一间，而是手上有就不要卖那我们就来怎样，我们就来透过一些小的整理看能不能去拉高租金，所以开始会弄一些小型的装潢。那未来的房租一定是肉眼可见的高，这个未来很快应该2025、26大家平均房租就会往上攀升一大截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哦，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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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为什么我前面会提到说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哦，大概大家都是房东的一方，是我根据那个来问我问题的，然后大家都有房子这样。那这个也是很常被问到，怎么拉高租金？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是一个很基本的投资自产的原则，这是原则哦，然后再讲拉高租金的方式。然后这个原则哦，在台北市跟特殊产品，就比方豪宅哦，已经不符合了哦，就是不符，但依然可以适用市场中大部分的房子。你的房子在台北市以外，而且不是什么豪宅，不是什么豪华农舍之类的哦，那你都可以参考看看。我先说结论哦，房租最低要收到房贷利息的趴数。我再说一次哦，房租最低要收到房贷利息的趴数。这个目标哦，是在取得说我买房子的贷款部位的贷款钱的利息部分都是租客帮你出的，这是不是有点难懂？举个例子，你买一间房子要出租啊，不管是首购啊、2屋、3屋都可以。总之，你跟银行谈好的房贷利率是 2.6%， 这很贴近现实嘛，2.6%。比方说，那你租金就要拉到你这个房贷利率的 2.6% 就对了。我们直接带数字哦，你买了一间1250万的房子，跟银行贷款1000万，银行利率是 2.6%， 你不算宽限期什么有的没的话，那你1年哦，你再跟银行借1000万的利息钱，是不是26万？对不对？这很好算。那你要做的就是把26万去除以12个月，得到每个月21667块。你就是想办法要把这间房子的租金给它弄到2万2就对了。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一来，你可以形成什么？你不是跟银行借钱1000万吗？的资金取得的利息啊，就那个 2.6%，是租客帮你付掉的。所以等于有一个很夸张的效果我们大家觉得稀松平常，你没有认真想过我现在讲给你听，就是说如果你就有办法租到1个月去摊掉1整年的 2.6% 的资金成本的话，你等于是零成本去取得这1000万的资金，投在房地产的这个资产上，获利算你的，是这样合法暴利。那房地产膨胀的 10%， 你就变成1100万，你赚这个额外的100万，你没有成本，你知道？所以啊，我们都要做个好房东，要感谢我们的租客，因为他帮我们把那个成本付掉。这样讲好像我很邪恶一样，但这就是一个生意嘛而且这都是合法的，我们也是都有报税这样。反正我们做的原则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租到你跟银行贷款利息多少，你除下来每个月你就收到多少，实现一件事情叫做租客帮你把你借这笔钱的成本都摊掉了就这样。那为什么我前面会提到台北市会一些豪宅案就没办法嘛，对啊台北市看不有没有7000万7500这个租金也拉不到那个程度所以台北市真的会发生一件事叫租不如买就这样。有一些来问我赖的付费会员他们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想通啊。大白话就是说，你借了一笔1000万，利息是有人帮你出的，你只是拿这1000万去自产房地产，然后房地产的涨价是算你的，不是算帮你出利息钱的那个人的。这样子的描述有没有比较好懂？总之好了，这个就是原则。原则之下，接下来就讨论2个现象。我说是现象而不是问题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台北市太过变态，总价太高。当然我也知道北投温泉路、泉源路但就那边就不受欢迎嘛那台北市市中心蛋黄区总价过高，所以通常没有办法租到 2.5% 的投资报酬率，不可能几乎做不到。比方说一户5000万的房子，贷款80%，给他贷了台北市豪宅现在是7000所以5000是可以贷款80%的，然后你贷款了4000万，4000万的 2.5% 1年的利息是100万，所以回除你要达成你这5000万的房子1个月租金要租到人家8万4，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对啊，实际上5000万的房子租金都了不起大概6-7万块，
这就会造成你在持有台北市房地产的过程中，你还要贴钱。那这个就是台北市房地产的现况。所以在台北市真的是可以导向一个结果，叫买不如租。因为你租房子房东都是在赔钱中房东要是有贷款，他都是赔钱的状态，除非是什么继承来的房子。理性数据上的考量台北市真的是买不如租让你的房东持续去赔钱好，这是一种思考。那当然，为什么台北市的房东每个人都白痴笨蛋吗？他们怎么会愿意贷款以后出租，每个月自己贴钱，他还甘愿那就是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利益嘛。他买5000万，贷款4000万，日后动不动又怎样又怎样，比方说4北科安诺都安诺突然可以卖个6500万，对不对？它的价差值就膨胀1500万。此时他之前每个月那边贴了钱，那个就是毛毛雨了，就会变成这个情况。OK， 好，这个是台北市独一档的变态状况。我想竹北应该也是就是变态地区的变态状况。其他6都的蛋黄、蛋白应该都还没这样。至少我人在高雄市蛋黄都还 OK 你要租到这个银行贷款的利息都还是做得到的。好，刚刚讲的是独一档台北市接下来讲第二个现象，就是租金拉不上来。我也有付费会员问我，他说看我影片不是推荐那个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买高雄房子，他算一算，他说因为屋况的关系，租金租不到 2.5%， 应该怎么办？那我先说，在高雄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因为高雄还不是很贵。我就跟他要照片我看了那个照片，那租金能拉高才怪这个就是要整理跟化妆的房子才能够正常出租。大家想的是放生出租这个不太对劲我们会透过一个东西叫整理，整理是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讲呢，就是说房子有很多种做法，原况出租、现况出租这是一种做法，这种流派。然后也有人大装潢后出租这是走到装潢就是7位数的开支这是一种状况。我们做的事情是这中间档次，叫做整理。你说我在做装潢，我真心不觉得这个叫做装潢你说我放生出租，我也没到放生的程度，为什么把它弄好弄漂亮，就不到装潢的地步，就是整理跟美化化妆这样，这也蛮难理解的我贴一个厨房整理前整理后的照片给你看，这不叫装潢，这真的不叫装潢，这就是所谓的整理所以花的钱会少非常的多。我刚好手上有这个照片那 po 给你看。好，这个是中古屋的厨房，27年中古屋厨房本来的样子，照片是表现不出来实际上都是油垢，很油很黏很恶心这样门板也都泡水裂开，反正女生在里面你会觉得很恶心就这样好像那个瓷砖缝里都有蟑螂钻出来这样。然后在这边会感觉说洗碗怎么好像都洗不干净，反正就是一个恶心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照片拍起来感觉还好，实际你站在那个面前，你用手去摸，好恶这样。然后你看我要怎么证明说它这个其实蛮恶的来，你看它柜门内的五金件就长这样。对，这样你有没有一个体感说原来是这么恶心的，对不对？这个五金件上面都是油垢，然后虫的粪便什么有没的，黏黏的，很恶心这样。这个就是这一个厨房真实的样子，你不要看它看起来好像还好那门柜体一打开都是这样，其他台面也很脏，但是远远的拍不出来。像这个五金件这个陈年油垢，叫你舔一口给你100块，你敢吗？我也不敢。那上面陈年油垢霉菌看起来是一级致癌物。然后我所谓的整理就是把它整理成这样，这样你看不出什么东西你大概只看得出所谓什么瓷砖改色这些东西那我们把灯关掉来看一下长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蛮文青的再摆一些滤纸那这个就是建商样品屋里面可能会出现的那种厨房，干干净净又文青，很像一些风格旅店会出现的。好，那个上面的橱柜门片上的那个是标签，那个就是厂商的标签是我们故意留的，这个就是要让日后让那个租客自己去撕来表示我的橱柜门板这个都是新的就是这样。我没有去换橱柜我真的是整理而已。那整理到什么程度？像原本恶心油污的不锈钢洗手槽就被我换成这样，这个蛮便宜的，然后它又很帅有洗杯器、滤水器，可以拉出来的那个头然后你放手它自己会缩回去。其实那没什么，那是底下掉一个重物，好像蛋的那个重物，然后有瀑布模式，整个就是那种女生会超喜欢的洗手槽。这个跟台湾的那个不锈钢洗手槽阿嬷在用的差别已经非常的大了还有滤水器高雄嘛，滤水器嘛还是要做给人家。我觉得那洗杯器这个东西我特别介绍这个在大陆已经变标配了，但台湾还不流行。那你看一下
帅不帅？哦，就是他把杯子倒扣，然后你给他压下去，它水就会喷出来。我这个还是放缩时哦，不然它喷太快变没什么好看的哦。就这样压，然后它就会喷，然后喷力有点强劲，我是觉得蛮屌的哦。台湾的住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流行，反正这次也是我在试啊，那被我试到，我也蛮满意的哦，我都想把自己家里换成这个，很棒哦。这个东西你说我再换上去能不能拉高租金？当然可以嘛。然后这个东西的价钱哦，我先不讲，因为超级便宜哦，其实超级便宜。好来，这个就是整理了什么？以这间厨房为例来说，就是橱柜的柜体、台面、炉具、抽油烟机，我都没有换新。我做的事情哦，就很像是家具清洁修复那样。我跟我爸慢慢弄家具清洁修复，那你不会就查 YouTube 啊 ，YouTube 常常查不到，我都查那个大陆的 B 站就是这样，小众不小，所以。莫名其妙什么家具缺个角，那个东西也有人出教程，有些教学影片，好像就慢慢查慢慢看。那现在会了很多东西，好比以前会很多了，以前在整理了，现在更会。一间油污、恶心、致癌物的那个厨房就被我们整理成这样，很文青这样。你说我无良我为了节省成本，结果我都不给租客换整套新的。我告诉你，对我就是不换，因为你要是来现场看那个厨房，你自己用手去摸那个台面摸了。你会喜欢你真的会喜欢柜体我们都全部深度清洁过了，然后铰链什么的都是新的，而且我还柜体内侧我还去漆了防水的那个一个漆然后能让那个五金门板这种东西长得很像木头就看起来质感是非常 up 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价值所在啊，叫做我们自己去整理，我们有办法用少少的钱然后去整理出一个看起来很贵的厨房，而且耐用跟美观都是兼具的你要是来现场去摸那个厨房我告诉你，你也会喜欢。我报价钱给你之后，你会更喜欢，然后会一直拜托我来帮你做你房子的厨房。好，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上面我拿了一个中古屋厨房的整理案例，没有说要什么教学什么的而是讲说你要有能力去整理你的房子，去拉高租金你没有能力，你就要花钱，然后花这种钱很贵，然后外面也找不到工来帮你做这种很细的东西。通常就是自己有钱有一点时间，然后就慢慢去弄，就可以达成什么？达成拉高租金，房屋贷款利息钱就是租客帮你出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个状态是重要的？因为这样你才是无敌的。至于你拉高能够拉多高，会产生多少溢价，比方说你每个月要交给银行是19000，结果你突然莫名其妙有本事给他拉到25000很好啊那你就是支付那些房屋税、地价税那些形成真正的零成本去赞助去霸占房地产的这个资产，然后你去等通膨或是重大建设来帮你抬轿，无敌状态下，这才是合格的长期自产的人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说我们看房子在看什么？其实真的就是走进房子就在算那些整理的钱，跟整理要花多少的工。我是这样，跟附近租金的关系。那个附近都在租2万，你要来租个8万，这东西也叫不现实。除非你就是跟人家说，我在某一块瓷砖底下埋了多少黄金那你来跟我住，你挖出来算你的之类的，否则应该没有办法。就是租金还是有所谓行情，那既然是行情，就是有高也有低，我们要去做高的那一边。靠什么？靠我们愿意整理房子，方向超直白就是女生会喜欢就对了。我朋友去看我这间厨房说你都做这骗女生的事情，就女生才会来消费这东西，男生哪有差？男生你那个厨房都不给他用，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就是厨房的好坏对男生来说没差，对女生来说非常有差，这才有拉高租金的利基点。总之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获得拉高租金的效果，然后来得到零成本，等于你去合法霸占了一个房地产增值的机会。这样你自己整理，为什么我从头到尾这样强调自己整理？因为省钱啊，省钱啊，这个观念你自己思考一下，看你要不要省这个钱。你可以花钱请人做，但是那个抱起来就变成你要摊回这个你拉高租金的部位，你要去摊回来，应该要花蛮长的时间所以我一律建议就是有能力的话，你就自己去整理。OK。那下一次你的房子退租要做什么事情呢？我真的是建议你去整理，去把租金拉高，来让自己的压力减轻，来让自己逼近更加无敌的状态，这个才是我们长期资产在做的事情跟你分享。